天3、4次是性瘾，医生中言，一旦上瘾，就像是大脑嗑了药。孙哥今年46岁，平时工作很忙，生活看似挺充实的，但他最近总感觉自己心思越来越不集中，工作上老出错，家里人也觉得他越来越没精神。孙哥说，他最近老是想着跟妻子亲热，每天甚至好几次，白天上班脑子里也忍不住想这些事。有时候他也觉得自己这样不对劲，但忍不住啊，控制不住自己的念头。他老婆一开始觉得挺正常，但渐渐也觉得问题不小，问他是不是出了啥事。孙哥自己也很困惑，心想，一天3、4次，难道我这是性瘾吗？我怎么停不下来呢？很多人像孙哥一样，开始疑惑自己的性行为是否正常。究竟性瘾是什么？频率高是不是等于性瘾？一天3、4次的性行为是否等同于上瘾？很多人会问，我一天3、4次，这是不是性瘾啊？其实，光靠次数来判断性瘾，真的不太靠谱。性瘾的本质并不在于你一天做多少次，而是你能不能控制住自己，以及这件事对你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性瘾说到底是个心理问题，核心在于失控。假如你每次有性冲动，都感觉非得马上满足，否则整个人都难受，坐立不安，那你可能就需要警惕了。这种必须做的感觉，就像脑子里有个小人儿在不停催你，没法摆脱，不管你是在工作、聚会，甚至是和家人一起，你都可能随时分心，控制不住自己。频率高不等于成瘾，有些人天生性欲旺盛，一天多次也不是问题，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就行。比方说，如果你依然能顺利工作，和伴侣关系融洽，跟朋友相处愉快，那多次性行为其实不过是你个人需求的一部分，谈不上上瘾。从医学角度来看，诊断性瘾的标准是看你有没有因为性行为而给生活带来麻烦，像什么社会、职业功能受损，长时间控制不了自己的性欲，性冲动频繁到影响正常生活，才是医生会关注的重点。如果这些问题困扰你超过6个月，那就得认真考虑是不是有性瘾的可能了。一个更明显的区分是，性瘾患者通常会感到无法从性行为中获得真正的满足。虽然他们有频繁的性行为，但总觉得还不够，好像少了点什么。再说，性瘾的上瘾部分其实更像药物成瘾。你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单纯喜欢，而是因为停不下来。这种自我失控和对多巴胺的依赖和成瘾非常类似。所以，回到问题本身，一天3、4次性行为并不一定是性瘾，关键还是看你能不能控制自己，以及性行为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如果性行为频率高，但生活没啥大问题，反而更要享受其中。性瘾的生理机制。性瘾的确让大脑像嗑了药一样，背后其实是大脑的神经系统在捣乱。正常情况下，多巴胺水平在适度的刺激下会适当增加，让我们享受当下的快乐。不过，在性瘾患者的大脑里，奖赏系统却像是出了故障。这种大剂量的多巴胺会让大脑逐渐对性刺激产生耐受性，也就是说，同样的性行为无法再带来最初那种强烈的快感了。于是，性瘾患者会一次次的追求更频繁或者更极端的性体验来满足大脑的需求。当大脑习惯了这种高多巴胺模式后，就会变得越来越依赖。大脑会把这种高强度的快感信号当成常态。渐渐的，其他事情，比如工作、运动、社交活动，哪怕平时让人开心的事情，都变得索然无味。这就是为什么性瘾患者会觉得离不开性行为，甚至当他们试图减少频率时，会出现强烈的焦虑、沮丧感，甚至抑郁症状。这和戒掉毒品或者酒精的症状非常类似。性瘾的成瘾性不仅仅体现在心理层面，它还有很强的生理基础。每次性行为让多巴胺飙升，大脑就像吃了一颗快乐药丸，时间一长，大脑也就吃上瘾了。这种高频次的多巴胺释放会重塑神经回路，特别是在大脑的前额叶皮质，这个区域负责我们的决策、控制冲动和理性思考。当前额叶皮质的功能被削弱时，控制性冲动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
患者很容易陷入强迫性的性行为当中，即使知道这些行为会带来负面后果，也很难停下来。不仅如此，性瘾患者的大脑对性刺激的敏感度也会逐渐提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性瘾患者会追求越来越冒险的性行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他们想要的那种强烈快感。总的来说，性瘾让大脑进入了一种嗑了药的状态，成瘾机制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患者需要不断追求更高的刺激来填补内心的空虚，最终导致大脑的生理和心理系统双双失控。所以，性瘾并不仅仅是喜欢做，它更像是大脑在自己操纵，迫使你一步步走向失控。3. 心理创伤与社会环境如何促成？性瘾的成因并不只是因为性欲旺盛那么简单，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在起作用。其实，很多性瘾患者在早年经历过某些心理创伤，这些都会给他们成年后的性行为带来潜在的影响。心理创伤可以对一个人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小时候就经历过创伤性事件的人，他们的情感需求没有得到及时满足，或者他们曾经受过伤害，无法建立起正常的亲密关系，这种空缺有时会通过过度的性行为来弥补。此外，现在是信息时代，互联网上的色情内容随手可得，年轻人甚至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可能接触到大量的性信息，这也为性瘾的形成埋下了种子。长期大量的接触这些内容，会让大脑习惯于这种高强度的刺激，慢慢的对性行为产生扭曲的认知，导致现实中的性关系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社会对性的开放态度也让性瘾的发生变得更加复杂。以前性话题是禁忌，如今大家谈论的越来越多。有些人甚至会觉得频繁的性行为是一种时髦或成功的象征，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大家可能会彼此攀比，把性行为当作个人价值的体现。这种社会压力加上虚假的性观念，可能让一些人觉得自己不够强，进而通过强迫性性行为来证明自己。同时，性瘾患者也常常会因为社会对性行为的过度渲染而感到困惑和压力。家庭环境同样不可忽视，很多性瘾患者来自缺乏情感支持的家庭，父母的忽视、冷漠，甚至家庭暴力，都可能在他们心里留下阴影。在缺乏健康情感的情况下，性行为成了他们唯一能获得短暂满足的方式。性瘾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它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社会、文化交织在一起的产物。要真正理解性瘾，我们必须从这些更深的层面去看待它，理解它是如何在现代社会的环境中被放大。4. 性瘾的代价。性瘾表面上看似乎是满足欲望，但实际代价非常高，对个人生活、关系和心理健康都带来毁灭性的影响。许多人误以为性瘾只是个人私事，但它的影响远超出了卧室的范围，往往波及工作、社交、情感，甚至整个生活的方方面面。性瘾首先对日常生活有巨大的破坏性，他们的思维被性行为占据，精力也被耗尽。有些人在上班时心思不在工作上，总想着如何满足性欲，甚至会在工作时间偷偷看色情内容或安排性活动，导致工作效率极低。与此同时，性瘾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他们可能因为追求快感而撒谎、隐瞒，甚至陷入欺骗的循环，特别是在亲密关系中，伴侣会感到被忽视、背叛，逐渐失去信任。性瘾还可能导致性关系的不忠，这会让伴侣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困惑中。很多夫妻或情侣最终走向关系破裂。不仅如此，性瘾还对亲密关系中的情感连接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性瘾患者往往无法与伴侣建立真正的情感亲密，性行为变成了一种任务或逃避的方式，而不是建立情感联系的途径，最终双方都处于情感崩溃的边缘。性瘾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尽管性瘾者在短期内能够从性行为中获得快感，但这种快感是短暂的，事后常伴随着强烈的内疚感和羞耻感。这种负面情绪会让性瘾患者陷入自我批评和低自尊的恶性循环。
长期的性瘾还可能导致社交孤立，性瘾者为了隐瞒自己的行为，往往会选择与朋友、家人保持距离，担心被发现或遭到批评。他们会逐渐疏远身边的支持系统，生活圈子越来越小，甚至与外界完全脱节。性瘾不仅仅是对个人的影响，它对生活、关系和心理健康都有着深刻的破坏性。它让人失去工作，破坏关系，摧毁心理健康，陷入一个难以挣脱的困境。这种恶性循环对患者和他们的亲人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此，性瘾绝不仅仅是一个私密问题，它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健康问题。结语：性瘾并非简单的生理问题，而是心理、社会和生理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影响极为深远。从大脑的成瘾机制到心理创伤，再到现代社会的开放性观念和色情内容的泛滥，都可能成为诱发性瘾的关键因素。性瘾的代价是沉重的，患者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平衡，心理上也饱受内疚、羞耻和焦虑的折磨。性行为不再是正常的生理需求，而变成了一种逃避现实、寻求快感的手段，逐渐导致关系破裂、工作失常，甚至社会孤立。它并不像外界误解的那样只是一种欲望过剩，而是一种复杂的成瘾行为，严重破坏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要解决性瘾问题，需要的不仅是患者的自我意识，还需要社会的理解、心理治疗和专业干预，才能帮助他们重建健康的生活。